青提仙者告诉他，芬陀利池的冰封已解，白莲近日疯了似的开花结莲心，连蔓根枯死的菩提往生也增了长势。初期只涉水岸旁的尸台，昨夜他却见那亭岸前一扇月亮门的2颗石柱子上密密匝匝攀着几株，远远看去仿佛被青绿的网遮了太半。叫13天连连喜照，碧海苍灵恢复极慢，至今化则难化。那灵泉破开个10里分23里，导师园子里新种的蔓荆子同不少五彩椒的根茎打了死结，清理起来委实费一番功夫。灵泉没来由生了许多鱼，想是从冰封中逃离出来。滚滚喜欢捏着玉器的法诀，悬在没了冰盖的活水上，小脚淘气的撩水花。鱼群多是绕着它乱窜，却不论小狐狸仔怎地勾弄水面，那鱼儿就是潜在脚底，绝难像上一回似的蹦至冰盖上寻死。然凤九从中发现个规律，滚滚撩不动鱼，却每带他走进那活水附近的浮冰，小狐狸仔甚至无需布什么陷阱，3、3两两的鱼便转性一般冲上冰层，没一会在他身前咽了气。这种时候他又觉得对不起那尊神，恐他醒后发现自家的鱼全做了糖醋喂进了2只狐狸仔的肚。有时进如小燕等一概林林总总的狐朋狗友的肚，也进如三殿下、程昱小仙、司命星君的肚。于是乎，为了碧海苍灵众生，凤九想是时候带滚滚去太晨宫住一阵子了。当真可以去夫君的寝宫玩一玩。凤九偷瞄小狐狸仔难掩的喜色，深觉这般模样才4个正当年岁的小仙童。滚滚乃是少帝，身份之尊贵，本也称难13天。虽然嚼舌的仙者盛传，他那个顶顶厉害的尊神爹爹应劫有数百年，可见莲池同花草的复苏，认定其羽化难归的神仙又把卡在嗓眼的八卦咽回肚子，偶尔遇了探望前天孙金太子阿里小殿下的少帝，还记挂恭维1、2，露些狗腿的笑话。即便这小娃娃非少帝，凭他有个做青丘女君的娘，有个为天后的姑老，便是在这9重天上横着走，各宫的仙娥小厮也不敢把他身形掰正了。凤九不难看出，除却天宫有阿离那般年岁相当的小辈朋友，滚滚是不怎乐意去各宫的殿串门的。从这点上，他确信母子连心，自家的崽也看不惯天族人端架子的做派。要说昔日最板正的神仙乃东华帝君，然他身非天族，且形象较史籍记载有差。新晋的小仙官如又是不谙世事的凤九一般，对那传说中的耿介尊神心向往之，而在历经180劫难后，年轻的帝后早摸准那人为老不尊之本性，甚替个仙官不值。各位仙友，趁早绝了以帝君做榜样踢尽6根之念，害人害己啊！滚滚倒不似自己想入非非，他只觉得天宫弯弯绕的做派委实是累，他在一旁瞧一眼都要酸掉了牙。凤九便骄傲道，这6合8荒万万年才出了青丘一个民风淳朴又一心向善的仙乡，我等青丘子民必为之所傲。那时滚滚之肘磕着10宫正殿的圆桌，眉眼淡若远山，老神在叹息一声。凤九因他做派正了一会，平静110载的心忽便像挨了倒钩子，狠狠地跳动起来。何时开始，又是容像还带了他神韵的小仙童变得10成10像他父君？滚滚唤得3声99，助他回了魂。什么？芬陀利池的白莲？滚滚道，青提叔叔曾言，那芬陀利池白莲均是人心所化。我想起神仙之行事，甚是好奇，既有人心化的白莲，会否别的莲池里也有天上仙者的一颗心？倘若是100年前的凤九，被这般询问，怕是答得驴唇不对马嘴。待同帝君搏了天命，立了万难，对昔日曾好奇的白莲心有一番见解。凤九道，滚滚知不知，取下莲心，那心中莲子是极苦的。滚滚思索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莲子味苦，便是人心之杂，滋味不堪。神仙也是一样，你即觉得他们勾心斗角，想必在池子里是有着一席之地。这般胡说八道一家之言，凤九话毕，暗叹自己有了出息，未来便是站在那紫衣尊神前，听他原封不动的胡诌个把时辰，必也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。怪那人没脸没皮，勾带他近墨者黑。然沾沾自喜的小凤未料儿子话锋一转，那如果青丘子民也有颗莲心，好比99你，既然民风淳朴，那莲心所化莲子会否便不苦，兴许甜丝丝呢？
凤九呛一口水，九九，世上有甜甜的莲心吗？这个自然是没有的。后来凤九想，倘若他一心当真成了莲台，所产莲子定苦不堪言。尝过情爱，情根深重，恨难厮守。即便掺杂着清秋与亲友之美好回忆，纵观他小4万年胡生，所悟所感确然，味如黄连，苦不堪言。他即使打住这翩然神思，秒落战后弹指一挥间，他守着尊神内关，守着他的碧海苍灵，守着他深爱的自己，只觉归期将近，不该再感到苦。滚滚那句久久掩饰得好，他不想碎了其意。那日最后，银狐狸仔没来由问，那夫君会在哪个莲池里有心呢？夫君是鼎鼎厉害的神仙，莲心必然与众不同吧。扑哧，凤九笑出声，属你会想。不过呀，你夫君这一颗心，怕是这6合8荒无一莲池敢胜。毕竟那尊神手久住心，专注一去，何况做天地共主的位子，岂敢度其心？至于心是什么样子，他注视着只畔的琉璃戒，目色柔和，如那界面纹样，你夫君心上盛着一尾凤羽呀。青皮仙者替重林来碧海苍灵接人。临走时，凤九与他聊了些琐事，白滚滚得闲拉着娘亲的手，忽然见琉璃戒不大对劲。娘亲朝青提仙者笑得开心，滚滚注视着界面，似乎叫出时更亮，色泽红的艳人。于是他好奇地摸了摸，指尖方触了一处，便觉酥酥麻麻，像是炸到。有点烫。久久没有感觉吗？在抚摸时，那戒却不再反应。白滚滚忽觉圆滚烫的触面运出几股凉意，贴得他好舒服。然久久与青提仙者愈聊愈欢，不待回神，他又被界面炸到。3人去了灵泉，仙者在岸畔等他2人辞别。久久在那透透的关前趴下，隔着冰勾了勾他夫君的脸廓。滚滚惊讶地发现，方才泛神经的戒指蓦地平静下来，这回界面的温度有些烫，却不让他觉得痛。滚滚和他夫君简短的道了别，等久久和仙者攀谈时，分外明智地换了只手牵他的小娘亲。日后滚滚知道那戒指的来历，结合多次犯魂抽筋之经验，遂了悟他夫君的心是何模样。去太晨宫还有一个原因，滚滚要从青丘的族学转至九重天的学塾，与阿离做了同学。谈及课业，凤九那薄薄的脸红似他原身的狐狸毛。自家滚滚真乃争气，不过100年的功夫便过了族学考，夫子直言无甚可教的，只好至那九重天深造。反观他的求学之路，若无小精卫与灰狼弟弟轮番替他抄笔记留纸条，恐在夫子面前蹲个1、2万年亦难毕业。诚然，凤九是做过心理准备的，毕竟他夫君滚滚那尊神爹爹的血脉不能够浪得虚名。银狐仔于上进一事极执着，无论是昔日凤九精通的还是不精通的，回回不成绩时圆满的分数，均叫他那学业懒怠的娘亲边骄傲边悄悄地修。他未曾料到，滚滚于佛里一刻体悟这般深彻，往常只是坐在榻前捧一本楞严经，他也要愣许久的神，仿佛面前上奶的狐狸仔识度了身子一尊神的骨。每每这般，凤九都暗骂自己好没出息，且一次比一次骂得狠。介于滚滚上学，依他姑姑白浅的意思，狐狸仔可与阿离一并带着，承袭九尾狐散养之传统。然凤九在凡事那200年习惯了独身御仔，服药分开的酒倒是不舍了。于是乎，他携着滚滚正式入衣13天，烦请米谷隔3差5递送东荒的公文。于清秋时，他已不住狐狸洞，另去洞外一片郊林劈了个竹楼，图纸及原先挂在太晨宫的那张。凤九记得帝君口口声声要撤了书房，到头来也不曾动过他的手稿。当初离开的那段日子，这图纸安稳放于他寝室，纸页由仙法杵着，不曾折了碰了，连页面都是斩白似新。凤九比照图纸，替他夫君做了决定。竣工那日，滚滚把阿离牵来，对着亭亭的小楼又惊又叹。阿离道：凤九姐姐这个竹楼，可比窝娘亲夫君在俊极山的茅草屋敞亮得多，好会享受。凤九分外受用的点头。彼时就生俩猫门口的小园子刨土，他呢宿在那唯一的卧间，挨着窗前的摇椅沏一盏雪松茶。团子所谓享受，他时担当不大起，
只是想到日后那尊神住进小楼，凭其高雅意趣，自己怎也应装点内饰，好比植些花草，好比挂一挂画，好比点几甜香。然再好的香，都不敌西天范进那位白檀。红狐狸抽了抽鼻子，放开茶盏，出神地抬起一手。他望着晶莹的琉璃戒，只觉屋外洒过淡淡的光束，其中一缕挂住戒侧的凤羽花，摇曳间散下层层叠叠的影。凤九眨巴两眼，自言自语道：方才这花好像动了吧。很快他轻轻一探，青丘的凤羽花很多，蕉林外接往深海附近一片又一片，红彤彤的好美。你想不想看？他将琉璃戒贴近胸口，胸前温热连绵。到时候我们住在小楼，随时可以去。你瞧，我依你的意弃了那间书房，再不能赶你出去，是不是很疼你？良久，那戒指辗转至唇畔，知他吐气如兰，愈渐靠近，唇与戒霎时相碰，便听见他说：哎呀，我最疼你了。凤九的吻落在上面，轻似浮语。他仍不尽兴，遂用软软的嘴抹捻。这般动作与神容，往常只供脑袋的娇憨狐狸方有，而与之一同有的，是一只附在头顶的宽厚手掌，掌心暖融融，仿若包容着天和地。不知是否错觉，琉璃戒的触面带了点日光烘烤后的燥，像极那温柔的掌，令他亲得忘情。正因如此，当团子炸得喊到凤九姐姐，小狐狸一个机灵，下意识甩开指。他当然不会知唇分之顺，那戒州的造诣顷刻变得透心凉。扰了兴致的红狐狸莫名委屈起来，撒气一般走到门口，竹牌滋滋地响。先跑过来的却是滚滚，迫不及待道：九九，阿丽舅舅想去我的房间玩。团子一滚上台阶，瞪着一双含恶的鹿眼。他惯会使苦肉计，扮起可怜样不说话狐狸撒娇的自己。凤九坏心地笑了笑，那房子是给9条尾巴的小狐狸仔住的，你不可以。阿里傻了，可我是狐狸的仔，我娘亲是狐狸呀。凤九义正言辞道：去，你的原身又不是狐狸，也没有9条尾巴。退一步讲，如若你有9条尾巴，我也会让你进。边说边嫌弃地挥挥手。团子急得跺脚，这是不是狐狸，又不是阿狸来决定，不带这样搞歧视啊。凤九姐姐，滚滚倒是好奇。这么一说，阿狸舅舅的原身，姑老是9尾白狐，姑老爷是黑龙，合在一起。世上大约没有9条尾巴的小黑龙，不过9个脑袋的龙还是有的。那便让阿狸舅舅变个9头龙，叫9尾狐狸，二者都有9头和尾，便通融罢。佛曰：就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为了他的舅舅，神思敏捷的白滚滚遂把这想法说了出来。凤九大仇的报的笑很大声，本想求救于大外甥的前天孙金太子阿离，哭丧着闭了嘴。诚然，小黑龙、小狐狸仔还是一起了竹楼，其间穿杂许多琐事，凤九记不过来，只知叫未来狐生万年，居于板正的9重天，散养竹楼的日子永远是愉快惬意的。他有喜欢滚滚玩闹的模样，因这或多或少让他寻见儿时自己或假一方之神韵，不再4个活脱脱的小帝君。更如此，那牵绕在碧海苍灵关中人的飘然情思便能压下一点再一点。居9重天其实有一点好处，见朋友方便了许多。以前因着东荒距9重天一个天一个地，交流起来不大便利。瑶池的程昱元君屡邀赴承天台看戏或何必园听书，红狐狸凤九心向往之，青丘女君则含恨推拒。好在程昱小仙乃妙人也，多会誊抄些新编纂的折子戏，整理串册送至小竹楼。如今搬进这太晨宫，寻人做事自然敞亮。封了数百载的太晨宫门遂先后遭蹭犯的连3殿下、司命星君及大大小小无数故人造访。再见凤九，大伙不禁要感叹其变化。司命说：小殿下，不，女君今日这般模样，较往日之洒脱，更衬得深明大义许多。他口中的深明大义，即自己不哭不闹守了那一境关内的尊神180年，性子遂等待的时日愈发沉稳。在他阿爹眼里，深明大义的白凤九踏实做了东荒女君，护青丘万代福泽。对比之下，旁人心目中深明大义的神仙，尊贵如昆仑虚墨渊上神。
昔日星光结界破，若非上神拿半个昆仑虚做罐子封存未尽的三毒浊息，想必这八荒陆河不知要受多少磨难，沧海桑田又变了几番。虽是权宜之策，但至帝君苏醒足矣。这样看来，凡是同东华帝君并四海八荒之安定挂钩，都能称得上深明大义。然凤九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担不起这4个字。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九尾红狐用100年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只若面对那紫衣尊神，他便是不能够深明大义的。其实他当局者迷，断没能悟及这个层次，仍巴巴以为心之宽可那白帆，很是看得开。是以最初还是程昱元君发现此苗头。元君携凤九登了无数高台，观凡尘俗戏，看过山河破碎，见了盛世繁华，听遍阳春白雪，乡里巴人。女君也笑也哭也叹，独不赏什么郎情妾意、英雄佳人。过去他分明最爱这凄美婉转的爱情故事，偶一次司命取了些画本子为他解闷，却不知有心还是无意，掺进去一本韵部，讲的是将军报国而身死，那洞房花烛之夜，新娘子红妆已盼，却再盼不来良人。那日程昱便见凤九魂不守舍，靠着软榻，手将条条不牵箍的铮铮响，指骨与脸庞俱白。他蓦尔想到分陀利池破冰时其跪坐判台，令人吓破胆的铮中模样，顿觉心痛难耐，扑过去把人揽住。程昱来来回回道：运不什么的，事在人为，当不得真，莫要难受了。凤九咀嚼那事在人为，讷讷点头间，内心无比凄然。凡人眼中的天平司命，一根判官笔迹左右，到底还有变数，可做神仙呢？谁能为他们的命运填一笔迂回？因这事在人为。凤九收手置于榻上，绵绵的电眼去掌心涔涔的汗，一拂便知冷的刺骨。程昱望着他那好似浸润水光的琉璃戒指，轻轻叹一口气。事后凤九又做回坚强如丝的青丘女君，太晨宫帝后，听旁人提帝君云云，面上也没个波澜。然一切早已不一样了。这大概算凤九近些年遭遇的第3场变故。有时候他也开解自己，不管是运部还是画本子，看别人的故事无非图个愉快，何须认死理呢？但他没来由想到伤情至深的姑姑，失去夜华君那3年浑浑噩噩，昼夜颠倒，昔日千般喜爱画本子的白浅上神，竟在看不得听不得，只待爱人苏醒方复常貌。遇见帝君与前，凤九与他姑姑多是同情，是血脉相连的心酸，如今真真切切理解了，竟生出些羡慕。那时白浅上神单逆梦境，梦里有姑父相伴，反观自己这数百年，竟未有一次梦见他的紫衣尊神。后来凤九想，大约是那尊神怜他已够苦，不愿入梦闹他，叫强抑下去的情思泛滥成灾。可转念，分明是我的梦境，凭什么要他做主？除却程昱元君，第2个识破凤九那深埋的心思的神仙，竟是他粗神经的姑姑，当今天后白浅上神。要说这白浅上神，生性没心没肺了些，于风月之事开窍又晚，委实不能算个疏解情节的良师。他能觉察出凤九那自以为完美无瑕的伪装，靠的是14万年积攒的气运与巧合。某日凤九去瑶池散心，遇见同来赏莲的姑姑，遂打开话匣子。白浅不明不白问道：小九，你可听说近来天上出了件大事？凤九挽着他的臂，搭靠在肩膀的狐狸脑袋倏地之棱直，摇了摇。我看你却是忙昏了头，竟不知这事与你家滚滚有关。凤九心里一沉，满脑子滚滚打架，不寻他撑腰。虽然自家狐狸仔素行事有分寸，不愿与旁的小仙起拳脚之争，然骨里到底有他青丘大魔王的脾性与紫衣尊神的傲气。这9重天攀比托大之风尤甚，许多积了银狐狸仔久久压抑的反骨。白浅见他脸色变了3变，凭对这思路清奇的小侄女的了解，必然想差了。白浅遂道：不是闯祸，就是闯了又如何？放心，你家崽子争气得很。白浅告诉凤九，事情起因经过还是阿离先转述给他。大约10日前，连三殿下自南海得了一幅韩玉旗，好看的紧。阿离与滚滚下了早课，便将他求来，巴巴手谈一局。论其意，白滚滚成了他尊神爹爹之天资，歧路诡谲不在话下，不消及子已杀的前天孙金太子小殿下走投无路，败局已定。
是以团子虚借外力，扰乱大外甥之心。待一子落定，忽而讲起他凤九姐姐与东华帝君哥哥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。诚然，凤九早把他与帝君的那些年道了个遍，但孩子视角所见所感乃另一番天地。当团子说起他阿姐醉酒死拽着东华哥哥衣衫不放的糗事时，饶是处变不惊的白滚滚一抖了抖手，白子推伞其上一格，阿离当即执黑子回堵缺口，死局现生机。恰巧棋盘主人连宋君芳自灵宝天尊处抽身回宫时，听见两个小娃娃八卦，遂摇着玄铁扇，不紧不慢参进一脚。团子道：三爷爷，你比我了解凤九姐姐与东华帝君哥哥的事，快和滚滚说一说。巨墨可劲朝他使眼色，隐隐指了指棋盘。滚滚也看了过来。连宋君何其聪明，接过话头道：要说你娘亲与夫君千百年相遇，当得起情深缘浅4个字。滚滚道：何谓情深缘浅？连宋君道：意思就是，无论是你娘亲待夫君之心，还是你夫君待娘亲之心，均有如朝朝日月，比那真金还要真。奈何缘分太浅，才会生出这诸多误会与嫌隙，不知何日相守。连宋的话对于一个不足1000岁的小仙童而言，委实是有些残酷。然白滚滚不是一般的小仙童，听了他一番解释后，缓缓撤坐于棋盘一端，不再动作。滚滚思考片刻，没来由道：滚滚研读佛经之时，常听闻缘法精妙，不知三爷爷佛理修习的如何？连宋淡笑不语。你且说，敢问三爷爷缘之一字何解？连宋顿了顿，道：因果轮转，缘起缘灭，有了因果，便生了缘分。滚滚道：因果轮转，有因必有果，果后又结因，所以生生不息。既然缘分归于这因果，因果不灭，缘分亦不灭。既然是不灭，还需要讲求什么深浅呢？玄铁扇微颤，再无动静。随后啪的一声，连宋收了扇子，扇骨怕打手心，意味不明。连宋遂说：那依你之见，这4个字如何解？滚滚抬起头，注视着9重天阙长明的顶空。滚滚觉得缘分无论是来还是去，已经持续了一轮又一轮，委实不必执着于有还是无，深或是浅。然来去之间，应有什么是不变的？好比那树枝上的花，今年开了，年末凋败，来年在相同的位置再开，长此以往。即便新开出的花不再是昔日的那朵，然枝仍是那枝，树仍是那树，遂维系着花开花落。久久与夫君之间，总也有勾连缘起缘灭之根本，这才是值得惦念的。连宋沉默一会，笑道：我大约明白，你所说的勾连缘起缘灭之根本，应是个什么东西？因为爱，因为久久爱着夫君，夫君也爱久久。银狐狸仔年龄尚小，对那情看不破也不应该看破，但于情深缘浅4字，却道出情仙于缘，使叫那事事通透的连三殿下震了又震。因为情之深，因为爱之切，凤九方能赶赴那星光结界，圆了与紫衣尊神生死相随的缘。这些凤九退隐凡世200年不曾想，也不敢想，如今却让他的孩子一语道破。挽着姑姑的手，倏然便抓不住了。白浅上神仍想将这惊天动地的论道继续下去，务帝觉得臂侧一松，而后有什么滚烫的事物蹭过他的衣摆，那热度竟透过布料没入肤肉。他偏了偏头，看见把自己团团抱住的凤九，而挨近他的手上一枚琉璃戒红艳如泣血。这画面没来由刺痛他的眼，